2026年8月初，長江上游的陕西、四川、湖北連着下了3天暴雨，山洪、滑坡、泥石流一起爆发，民房被冲走，车子在街上飘，鐵路停運，國道封閉。網絡上流出的畫面裡，三峽大壩一口氣打開了13個孔在洩洪，下游的宜昌城區一片汪洋。而就在這一片渾濁的江水之上，一個沉睡了20多年的傳說又一次被人翻了出來。他們說，當年修這座壩的時候，有人做了一個夢，夢見自己被帶進了地府。判官對他說，你要是敢放這個水，就減你陽壽150年。這個傳說有很多版本，有的版本說做夢的是工地上的包工頭，有的版本說是後來去視察的領導，還有的版本說得更狠，那個人不只是被減壽，他的名字被直接從生死簿上劃掉了，從此人籍全消，死後無處可去。傳說裡還有一個細節，判官臨走前在那人的額頭上用筆點了一個點，說這是憑證。後來呢？後來這2個人都意外身亡。當時坊間流傳，2人過世之後，周邊的村子晚上經常能聽到鐵鏈拖地的聲音，還有人說看到一排一排的黑影。我知道你在想什麼，這聽起來就是一個典型的網絡怪談，沒有名字，沒有日期，沒有任何可以查證的東西。你說的對，它確實是。而這個傳說之所以在2026年這個夏天特別容易傳開，是因為今年的長江實在太不安分了。7月，廣西橫州的六蘭水庫潰壩，傷亡慘重。7月21日，也就是潰壩半個月之後，中國三峽集團廣西分公司的總經理吳啟仁被通報落馬。這位54歲的官員長期在三峽集團系統任職，出事前11天還在廣西北海參加項目調研。到了8月，西北太平洋海域出現3個颱風接連成型的罕見格局，而長江上游又是連場暴雨，一邊是潰壩，一邊是落馬，一邊是3台共舞，一邊是13孔全開。在這種背景下，任何關於三峽的故事，哪怕是一則沒有出處的鬼話，都會被人一次又一次地轉出去。但今天我想跟你聊的不是這個傳說是真是假，我想聊一個更奇怪的問題，為什麼偏偏是三峽？為什麼一座水電站會長出這麼多關於陰間的故事？先給你幾個數字，好讓你對這個東西的體積有感覺。三峽大壩是一座混凝土重力壩，最大壩高185公尺，壩長約2335公尺。它總共用掉了大約2800萬立方公尺的混凝土，用掉的鋼材足夠再蓋63座埃菲爾鐵塔，4萬人蓋了17年。水庫蓄滿的時候，往上游延伸出一片長達600公里的巨型水面。600公里是什麼概念？如果把這條水庫放在台灣，它會從基隆一路淹到鵝鑾鼻，再折返回到台中。因為當我把資料一層一層挖下去之後，我發現了3件事。第一，三峽水庫真的淹掉了一座地府，而且是中國人心目中唯一的正牌的那一座。第二，三峽真的存在一本日記，一本記了1200年每一個字都刻在石頭上的日記，而現在它沉在水下40公尺，永遠不會再浮上來。第三，這座壩真正的總設計師是一個有名有姓的真實人物，他不但是2院院士，他還寫科幻小說，而他把自己的一整集詩親手取名叫做《啟幽吟》，杞人憂天的杞，憂慮的憂。至於美國太空總署對這座壩的那份計算報告，說的東西比網絡上傳的還要奇怪，只是方向完全相反。我們一件一件來，先說那座被淹掉的地府。在重慶市中部長江北岸有一個縣叫豐都，這個地名以前寫作豐都，那個豐字是這一切的起點。東漢和帝永元2年，也就是西元90年，朝廷在這裡設縣，因為縣治靠着一座叫平都山的山，就取名平都縣。這座平都山後來改名叫名山，是道家72福地裡排第45的那一處。事情壞就壞在一個誤讀上。南朝的陶弘景寫過一本真誥，裡面提到中國北方有一處神秘荒蕪之地，叫做羅峰山，那是亡靈的歸宿。後來的人把四川這個豐都的豐跟傳說中羅峰山的峰混成了同一件事。而在東漢的時候，這座山上有2位得道的人物，一位姓殷，叫殷長生，據說他厭惡官場功名，
跟着馬明生學道煉丹，在漢延光元年於平都山白日飛升。另一位姓王，叫王方平，學識淵博，精通天文圖谶，受老莊影響，棄官學仙。皇帝幾次召見，他都不去。到了唐代，有人把殷、王這兩個姓連在一起，讀成了殷王，也就是陰間之王。於是，一座普通的長江邊的小山，就這樣一步一步被誤會成了陰曹地府的首都。而中國人是很認真的，既然這裡是地府，那就照着地府的樣子蓋。於是名山上陸陸續續蓋起了哼哈祠、天子殿、藥王殿，蓋起了鬼門關，蓋起了黃泉路，蓋起了奈何橋，蓋起了望鄉台，還蓋了一座王死城。1000多年下來，這座山變成了全中國唯一一個你可以買張票走進去，實地走完一趟死後流程的地方。當地人形容得很傳神，人住在山下，鬼住在山上，人鬼共處，1000年和諧。然後三峽工程來了，隨着水庫蓄水，水位從135公尺一路抬到175公尺，丰都的老縣城被永久淹沒在長江水底。這座城有超過1900年的歷史，跟着它一起沉下去的是無數還沒有被記錄下來的傳說。新的縣城搬到了長江南岸的三河街道，而北岸的名山因為地勢高，鬼城景區的主體保住了，但鬼門關以下的部分永遠沉了下去。你注意到那個畫面沒有？人搬到了南岸，鬼留在了北岸，中間隔着一條被抬高了40公尺的長江。當地人有一句話說得非常直白，從此陰陽兩隔。後來有媒體訪問當地人的時候，記錄下這樣一個說法：水庫蓄水那幾年，因為鬼回不到鬼城了，晚上經常有人見鬼，一直到後來重新修了新的鬼城，情況才好轉。現在你明白那個夢入地府的傳說為什麼在中文網絡上有這麼強的生命力了嗎？它不是憑空長出來的，它長在一塊非常肥沃的土壤上，一個確確實實存在了1000多年，被中國人集體認定為陰間入口的地方，確確實實在我們這一代人眼前被水淹了。傳說是假的，但傳說底下那個東西是真的，而被淹掉的還遠遠不只是豐都。奉節的白帝城就是那個朝辭白帝彩雲間的白帝城，蓄水之後三面環水，變成了一座江中孤島，要走一座長橋才進得去。中縣的石寶寨，那座依着孤峰而建，被稱為世界8大奇異建築之一的12層木樓閣，最後是靠在四周築起一道護坡圍堰，把整座寨子圈在裡面才留下來的。遠遠看過去像一個放在水盆裡的盆景。雲陽的張飛廟是整座廟拆解編號往上游搬遷了32公里重建的。大寧河畔有1700年歷史的大昌古鎮，也是整體搬遷的。我們這一代人做的事情說出來其實很魔幻，我們把幾百公里長的一段文明從水位線以下整個抬到了水位線以上，有些抬得起來，有些抬不起来。而抬不起来的那些裡面有一样東西最可惜，從丰都再往上游走一段，到重慶涪陵區的城北，長江裡橫着一道天然的石梁，長約1600公尺，寬10到15公尺，順着江流的方向東西延伸。它有一個很好聽的名字，叫白鶴梁。這道石梁的背脊比當地常年的最低水位高出2到3公尺，平常它藏在水裡，只有在冬天到隔年3月的枯水期，江水退到最低的时候，它才会露出水面，而且不是每年都漏，統計下來平均3到5年才會漏一次。1200多年前，唐朝廣德年間，有人趁着石梁露出水面，在上面刻了一條魚。這條魚不是裝飾，它是一把尺。古人發現了一件事，如果冬天江水退到石魚露出來，那麼第2年多半是個豐年。於是石魚出水兆豐年這句話成了整個長江中上游的民諺。而更了不起的是，從西元764年開始，一代又一代的人只要看見石魚露出水面，就在旁邊刻一行字，記下今年的水到了哪裡。熙寧7年，水期至此；元豐年間，江水至此，魚下5尺。到了近代，還有人刻下民生公司考察河床的記錄，說重慶水位倒退1尺6寸。1200多年，72個枯水年份的水文記錄，就這樣一行一行刻在同一塊石頭上。這是目前全世界已知時間最早
延續時間最長、數量最多的水文題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稱它為保存完好的世界唯一古代水文站。還有一個細節，你聽了會起雞皮疙瘩。白鶴梁上那條標注最早枯水位的石魚，它的眼睛所在的水平線，經過現代測量，正好等於長江中上游的零點水位，海拔 137.91 公尺。1200年前的人用一條魚的眼睛定下了一個基準點，而這個基準點跟現代水文學算出來的零點幾乎重合。而中國在長江上設立第一個現代水文站是1865年的武漢江漢關，也就是說，白鶴梁的記錄比中國第一份現代水文觀測資料早了1100多年。直到今天，這些題課仍然有現實意義。研究者透過他們統計長江上游歷史上的水位狀況，總結長江枯水與洪水的發生周期，探索水文變化的規律。除了水文，歷代的文人路過涪陵都要來刻梁筆。石梁上總共留下300多位文人用8種書體寫下的3萬多字題課，所以它還有另一個外號叫水下碑林。其中最有名的一處是北宋大文豪黄庭坚留下的7個字：元符庚辰，福翁來。現在這一切都在水下40公尺。三峽水庫蓄水之後，白鶴梁再也不可能露出水面了，石魚不會再出水，豐年的預兆從此消失。中國工程院院士葛修潤提出了一個無壓容器的方案，在原址上罩了一個保護殼，然後從岸邊挖了一條91公尺長的通道通下去，做成了全世界第一座不用潛水就能在原址參觀文物的水下博物館。遊客坐電梯下潛40公尺，走進一條環形走廊，透過23個像潛水艇舷窗一樣的觀察窗，看外面那些泡在渾濁江水裡的字。題課周圍裝了6排，總共1萬多盞節能燈，就為了讓你在渾水裡能看清楚。保住了，真的保住了。但你有沒有發现一件很怪的事？我們花了很大的力氣把一隻池保存了下來，然後永遠的讓它量不到東西了。所謂三峽總設計師的絕密日記，我在網絡上，在出版記錄裡，在學術引用裡翻遍了都找不到任何原件，它不存在。但長江自己寫了1200年的日記是真的存在的。他现在被關在一個玻璃罩子裡，泡在40公尺深的水下，一個字都不會再增加了。那麼那位真正的總設計師究竟是誰？他叫潘家錚，1927年生於浙江紹興，2012年去世。這個人的頭銜長到有點荒謬，他是中國科學院院士，同時也是中國工程院院士，兩院雙料資深院士。他當過水利電力部、電力工業部、能源部的總工程師，當過中國工程院副院長，也是河海大學和清華大學的雙聘教授。年輕的時候，他在新安江水電站工地上待過很長時間，那是新中國第一座自己設計、自己施工、自己制造設備的大型水電站。而在三峽這件事上，他的正式身份是三峽工程論證領導小組副組長兼技術總負責人，以及國務院三峽工程品質檢查專家組組長。換句話說，他不只是設計者，他還是那個負責檢查自己作品的人。但真正讓我覺得這個人有意思的是另外2件事。第一件事，潘家錚是一位科幻小說家，不是業餘寫着玩的那種。他出過正式的作品選集，書名叫《偷腦的賊》，裡面收了8個故事，包括高科技殺手、UFO 的辯護律師、思想探測儀、雀巢夢、1000年前的謀殺案、宋徽宗之死、古墓沉淵。你想象一下這個畫面，一個手上握着全中國最大水利工程技術決定權的人，在下班之後寫的是懸疑，是謀殺，是替不明飛行物辯護，是替1000年前的死者翻案，是古墓裡的沉淵。一個人白天在決定一條大河的命運，晚上在寫誰殺了誰，誰被冤枉了，誰該負責。第2件事，他寫了400多首舊體詩，晚年他把這些詩編成10幾集，其中有雙山竹枝詞、海南詩抄、新安江竹枝詞、西行詩草、秋魂集、京華詩草、讀報有感、無題30首。這些詩不是應酬之作，他讀禁書，寫下骨肉相殘是已非，洛陽宮殿鹧鸪飛這樣的句子。他工作太忙，只能利用晚上和節假日讀書，於是寫了一首春夜讀書，裡面有2句是無病染身真是福，有書傳世未為貧。他還寫過一首自詠，
說自己久無壯志向人誇，況是年來兩鬢華。一個一生都在跟混凝土、跟水頭、跟斷层打交道的人，晚年最常寫的是王朝的兴衰，是宫殿长草，是自己頭髮白了，沒有什麼可以誇耀的。而其中有一集名字叫做《杞憂吟》，杞憂就是杞人憂天，這個成語的意思是不必要的、多餘的擔心。一個把三峽工程技術總責任扛在肩上的人，把自己的一整季憂慮親手命名為多餘的憂慮。你說這是自嘲還是別的什麼？他的回憶錄叫《春夢秋雲錄》，春天的夢，秋天的雲，都是留不住的東西。好，現在我們來看看這位總設計師真正說過的，而且有完整記錄可查的話，這才是真正的日記。第一段，很多人以為潘家錚一開始就是三峽的積極支持者，這其實是誤會。一直到1985年，他對三峽工程裡的移民問題和泥沙問題都還是憂心忡忡的。1986年，中央和國務院責成水電部聘請各行各業共412位專家學者，對三峽工程進行重新論證。潘家錚後來回憶說，就是在那段時間，隨着他对工程了解的越來越深入，他發現自己原本擔憂的問題都已經迎刃而解，於是他開始改變最初的觀點。1990年7月6日，在論證熱潮幾番起落之後，潘家錚代表論證領導小組做出了那個決定性的結論：見比不見好，早見比晚見有利。第二段也是在1990年7月6日那次國務院的論證匯報會上，潘家錚說了另一句話。他說，三峽工程對生態環境的影響不致成為工程決策的制約因素。而這句話的背景是這樣的，整個可行性論證分成14個獨立的專業課題組，其中有一個叫生態與環境組，這個組的組長是中國科學院院士馬士俊，顧問是侯學玉和黃秉維，3位都是中國生態環境領域的領軍人物。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對一項工程進行生態環境影響評價，而這個組給出的結論是4個字：弊大於利。為了緩和跟論證領導小組之間的矛盾，馬士俊在弊大於利後面又加了半句，說許多不利影響是可以透過人為措施加以限制的。侯學玉堅決不同意加上去的這後半句，他的理由很簡單，以當時的知識狀態，關於三峽工程對生態環境的許多影響還認識不清，根本提不出什麼具體措施，更不知道這些措施的效果如何。於是侯學玉和北京大學教授陳昌笃拒絕在生態與環境組的報告上簽字，報告就這樣交上去了。而整個論證過程中，14個專項論證報告裡有5個報告的專家組沒有簽字。第三段，這是我認為最耐人尋味的一段。潘家錚後來說過一句流傳極廣的話，他說，對三峽工程貢獻最大的人是那些反對者，正是反对者反覆的追問、疑問甚至質問，逼着你把每一個問題都弄得更清楚，才讓方案一次比一次更理想、更完整。這句話為他贏得了巨大的讚譽，人們說他不只是容忍反對意見，而是有海納百川的胸襟。這段話在中國工程科技界廣為流傳，幾乎變成了一個段子。然後潘家錚公開澄清了，他說，當初在論證期間，他自己就是一個聽不進反面意見的人。他後來提出貢獻最大的是反對者，是在事後不斷反思和總結中才慢慢悟出來的道理。他還說，工程設計不可能盡善盡美，如果大家都說好，沒有反對意見，將來肯定會摔跟頭。一個80多歲的位极人臣的老院士，主動把自己頭上最漂亮的那頂桂冠摘下來，告訴所有人，當年的我其實聽不進去。我讀到這一段的時候愣了很久，這比任何偽造的絕密日記都更有分量，因為偽造的日記只會讓一個人變成惡魔或者聖人，而這句話讓他變回了一個人。第4段，2003年三峽水庫蓄水之前，國務院三峽工程驗收組在壩體表面發現了80多條裂縫。消息被媒體披露之後，社會上議論紛紛，甚至傳出手掌都能伸進去的說法。作為驗收組副組長的潘家錚不得不出面說明。他說，裂縫確實存在，但極為細微，最寬不超過 0.2 毫米，對大壩安全幾乎沒有影響。
屬於大體積混凝土內部散熱不均造成的表面溫度裂縫，不是結構性的貫穿裂縫。蓄水前已經緊急做了化學灌漿修補，而且世界上其他一切水電站也都存在這種裂縫。這個解釋在技術上是說得通的。溫度裂縫確實是大體積混凝土的常見現象，但真正的內容在同一年的另一份記錄裡。2003年5月21日，國務院三峽樞紐工程驗收組開會，潘家錚在會上發言，親口列出了5個問題。旅居德國的水利专家王維洛後來把這份發言解讀為一句話：三峽大壩的工程品質存在大問題。潘家錚指出的第一個問題是，有幾個壩段出現了水平位移，而且位移還在繼續發展。更關鍵的是，他接下來說的話，這個水平位移不只是冬季溫度下降引起的，還跟壩基裡的斷層發生非線性變化有關。第二個問題是垂直裂縫重新開裂以及它帶來的影響。你想想這個畫面，一個工程的技術總負責人在正式的驗收會議上親口說出位移還在繼續發展、裂縫重新開裂、壩基斷層、非線性變化这些字。這不是保險櫃裡的日記，這是會議記錄，而會議記錄是最誠實的一種日記。那麼那些反對的人呢？最有名的一位是清華大學教授黃萬里。要理解黃萬里，得先回到三门峽。1956年5月，黃萬里提交了一份意見書，從專業角度全盤否定蘇聯專家對黃河三門峽水庫的設計思路。同一年，一位到三門峽現場勘測的德國水利專家也做出了類似判斷，認為在那裡築壩等於在關中上游制造一座死庫。這說明對三門峽工程的疑慮並不是黃萬里一個人的孤立想象，而是基於泥沙、水文與地形條件所形成的專業擔憂。1957年6月10日，三門峽水利樞紐討論會再次召開，辯論了整整7天。黃萬里沒能阻止工程推進，只能退一步，建議保留6個排水洞，以便日後設閘排沙。會議一度接受了這個建議，但施工的時候，蘇聯專家仍然堅持按原方案把底孔堵死，為日後的淤積問題埋下隱患。後來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而黃萬里付出的代價是被打成右派。到了三峽，黃萬里先後數次上書中央領導人，從地質、環境、生態、軍事各個方面陳述他認為三峽工程不可上馬的理由。他提出的擔憂大致包括下游乾堤崩岸、航運受阻、移民安置困難、泥沙淤積、水質惡化、發電效益不及預期、區域氣候異常、地震增多、血吸蟲病擴散、生態退化、上游水患加劇，以及最後一項，最終不得不面臨拆除或者炸壩的極端局面。網絡上流傳一種說法，說黃萬里的12個預言已經應驗了11個，只剩下炸壩那一項還沒發生。我必須誠實地說，這個11比12的統計是網絡上的歸納，不是嚴謹的逐條核對。有些項目的定義本身就很模糊，什麼叫氣候異常，什麼程度算應驗，這是可以吵很久的。但這個歸納之所以能傳開，是因為它至少反映了一件事：公眾對三峽後續影響的疑問從來沒有消散過。而黃萬里之外，還有幾份文件值得一提。1985年，第6屆全國政協經濟建設組調查組由孫岳祺擔任組長，提交了一份三峽工程問題調查報告。這份報告在安全方面點出了2類風險，第一類是岩崩和滑坡，第二類是誘發地震的可能性很大。報告用了一個很重的詞來形容後果：災難性。1989年2月，在兩會召開之前，李銳、周培源、孫岳祺等反對派公開發行了一本由戴擎主編的書，把反對三峽工程的理由直接告訴中國民眾。1989年4月3日，時任總理李鵬率隊出席中外記者招待会，副總理姚依林代表中央和國務院宣布，三峽工程在今後5年之內是上不去的。但5年之後，1994年12月14日，三峽壩址舉行了開工典禮。好，現在我們把情緒放下，來看賬本。這座壩實際上改變了什麼？先看人。官方公布的三峽工程動遷人口約130萬，也有統計說接近140萬。這是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非戰爭移民，而移民不是搬一次就結束的。
三峽水庫在2010年冬季水位達到175公尺之後，庫區滑坡明顯增加，有10幾萬居民面臨第二次搬遷。你可以想象那是什麼滋味，一個人一生搬2次家，2次都不是自己決定的。第一次是為了一座國家工程，你把祖墳遷了，把老房子拆了，領了一筆補償款，搬到山上一個嶄新的、規劃整齊的新鎮。第二次是因為那個新鎮蓋在一個會滑動的坡上，你必須再搬一次，而這一次已經沒有那麼多人在看了。第一次搬遷有新聞，有攝影機，有橫幅；第二次搬遷只有公文。歷史記得那些能上鏡頭的時刻，他不太記得後續。再看地，三峽庫區 5.67 萬平方公里的範圍內，4000多處地質災害點分布在湖北、重慶兩省市的20個縣市區。以離壩區最近的移民新鎮之一湖北秭歸縣郭家壩鎮為例，這個鎮是1995年為了安置移民才遷建的新鎮，建鎮之後就頻繁遭遇地震、滑坡和暴雨，光是這一個鎮就確認了75個地質災害點。整個秭歸縣截至2010年底查明的地質災害有909處，受威脅人數 9.39 萬人，而這個縣不算返流人口的總人口大約只有38萬，1/4的人住在災害點旁邊。到了2024年，重慶市防汛抗旱指揮部辦公室主任、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長江錦公開承認，重慶長期常態保持着大約 1.4 萬個地質災害隱患點，體量很大，點多面廣，很難防範。而1991年完成的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是怎麼說的？論證報告稱，三峽水庫的庫岸主要由堅硬、中等堅硬的岩石組成，總體穩定條件較好。幹流庫岸體積在100萬立方公尺以上的大中型崩塌，滑體大約140處，其中變形正在發展中的8處，穩定性較差的14處，140處跟 1.4 萬個隱患點，這中間的距離就是論證與現實的距離。2011年5月18日，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通過了三峽後續工作規劃。有媒體報道，規劃涉及的資金將達到1238.9億元人民幣，把地質災害防治和生態環境保護列為重點內容。再看一個很少人提，但我覺得非常關鍵的數字，三峽蓄水到135公尺之後，有人實地測量發現，從大壩到庫尾之間的水位落差多達 34.7 公尺，而當年的論證報告認為這個落差是 0.4 公尺， 0.4 跟 34.7差了將近87倍。這個數字之所以要命，是因為它直接關係到重慶會不會被淹。當時潘家錚出面解釋說，論證報告計算的是完全蓄滿之後的情況，而現在的庫尾水位其實是天然水位，兩者存在巨大落差，並不令人意外。這個解釋在技術上有它的道理，水庫在不同蓄水階段回水曲線本來就不一樣。但我想請你注意一件事，這不是唯一一次論證報告的數字跟現實對不上，然後由同一位技術總負責人出面解釋為什麼對不上。再看地震，這一點必須說得公平。三峽工程試驗性蓄水階段性評估項目組組長、原中國工程院副院長沈國昉院士接受官方媒體採訪時明確表示，監測數據顯示，蓄水期間三峽庫區的地震活動以微震和極微震為主，主要由岩溶和礦洞進水引發。庫區記錄到的最大地震是蓄水初期2008年11月發生的 4.1 級，遠小於初步設計論證報告提出的可按 5.5 級考慮的預測值。他也強調，2008年汶川地震和2013年廬山地震與三峽水庫沒有直接關係。這個說法在學術上是站得住的，水庫誘發地震是真實存在的現象，但它通常發生在蓄水初期，隨着時間推移，壩下的地質構造趨向穩定，幾率會進一步下降。把汶川大地震算到三峽頭上，目前並沒有可靠的證據鏈，但同時庫區小地震的頻率在蓄水後顯著增加，山體滑坡、塌岸和泥石流屢見不鮮，這些也是事實。再看生態，長江特有的白鳍豚已經被宣告功能性滅絕，中華鱘的自然繁殖多年未能穩定恢復。一條大河的生態系統不是一堵牆能夠切開之後還各自完好的。
再看宣傳口徑，這一條很多人整理過，我把時間線排出來，你自己看。2003年，官方說法是三峽大壩可以抵擋萬年一遇的洪水，2007年改為可防千年一遇，2008年改為可抵禦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到了2010年7月19日，中國中央電視台的一檔新聞評論節目裡，評論員白岩松轉述長江水利委員會主任蔡其華的觀點，今年不能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到三峽大壩上，7年，從萬年一遇到不要全指望它。而這個轉變其實不算說謊，他只是把一件工程界一直都知道，但老百姓一直沒被告知的事慢慢說了出来。三峽的防洪庫容大約221.5億立方公尺，這個數字聽起來很大，但你要拿它跟長江洪水的體量比，1954年那場大洪水，光是宜昌站测得的洪水總量就超過1000億立方公尺，也就是說，三峽最多只能吃下其中的一小塊。更關鍵的是，三峽拦的是上游來水，而長江中下游的洪水很大一部分是洞庭湖水系、鄱陽湖水系、漢江這些支流在中下游自己下出來的雨。三峽在宜昌以上，它對這些水一滴都攔不到，所以當長江中下游淹水的時候，責怪三峽沒有攔住，其實有一半是找錯了對象。而反過來說，當年宣傳把三峽包裝成一座可以一劳永逸解決長江洪患的神器，也是同一種錯誤的另一面。一座水壩就是一座水壩，它能做的事情有明確的物理上限，真正該被檢討的從來不是這座壩沒有變成神，而是當初為什麼有人要把它說成神。再看溃壩問題，這裡也要說公平話。在湖北赤壁的瀘水水庫，長江水利委員會的前身在1983年到1988年之間做過多次大比尺的溃壩試驗，水平比尺1:500，垂直比尺1:250。試驗模擬了2種情況，一是瞬時全潰，二是高程110公尺以下壩體仍能拦水的半潰。試驗結果是，即使大壩瞬間全潰，短時間內下泄水量達到100多億立方公尺，但因為壩址下游是峽谷式河道，對潰壩洪水有很大的約束作用，洪峰高但總量小，衰減很快。在庫区水位145公尺的條件下，宜昌站流量大於6萬立方公尺每秒的時間只有2天多，一般3到5天，溃壩洪水就全部退回原河槽。作為对比，1954年長江洪水，宜昌站測得的洪水總量超過1000億立方公尺，而長江水利委員會推算的1870年那場大洪水，宜昌站洪峰流量約10.5萬立方公尺每秒，30天洪量高達1650億立方公尺。換句話說，那種幾億人瞬間被沖走的說法，在工程模型上是不成立的。但我也要說清楚，這是模型，而且是40年前用缩尺模型做出來的。而在品質這一塊，還有一場一直沒有平息的爭論。2019年，旅居德國的水電專家王維洛發表研究，內容包括壩體變形與滲漏，並且引用了另一位學者馬可安的計算。那份計算的結論是，三峽大壩每立方公尺混凝土只用了 16.5 公斤鋼筋。王維洛用了一句非常重的話來形容，比豆腐渣工程還豆腐渣工程。我必須說清楚，這個指控在專業上是有爭議的。混凝土重力壩靠的是自身的重量壓住水，跟橋梁、高樓那種靠鋼筋抗拉的結構原理不同，用鋼量本來就低得多，不能直接拿來類比，這是支持方的說法。而且這個說法在結構力學上站得住，但另一個事實同樣站得住。三峽工程在建設期間屢次爆出貪腐醜聞，從鋼筋標號到材料採購都出過事。一座工程的結構設計可以是合理的，同時它的施工現場可以是失控的，這兩件事完全可以並存。至於2019年那場三峽大壩變形對比照片的風波，官方的回應本身就很值得玩味。先說這是假新聞，後來又說變形在設計範圍之內，這兩句話沒有辦法同時為真。而如果你回頭看潘家錚在2003年會議上親口說的那句水平位移還在繼續發展，你會發現關於變形的討論並不是2019年才憑空冒出來的。好，現在我們來說美國太空總署。網絡上流傳的版本通常是這樣：美國太空總署證實，三峽大壩讓地球自轉變慢了，
改變了地軸，我們的日子被改變了。真實的情況是這樣的：2005年，美國太空總署戈達德太空飞行中心的地球物理學家趙峰跟噴射推进實驗室的葛罗斯博士，在研究2004年印度洋大地震的时候，順手把三峽水庫拿來當做一個計算範例。三峽水庫蓄滿的時候，大約可以存下40立方公里的水，也就是400億噸左右。而這些水被抬到了海拔175公尺的高度。任何時候你在地球表面搬动质量，你就改变了地球的轉動慣量。這就像花式滑冰選手張開手臂會轉得比較慢一樣。趙峰自己的說法很直白，只要你移動質量，你就改變了地球的自轉。他們的計算結果是，把三峽水庫蓄滿會讓地球的一天變長 0.06 微秒，並且讓極點移動大約2公分。現在請注意3個關鍵點，因為網絡上傳的版本幾乎每一點都搞反了。第一，是變長，不是變短，地球轉得比較慢，一天比較長。第二，0.06 微秒是6000萬分之1秒。趙峰自己打過一個比方，把宇宙誕生到現在的所有時間全部加起來，這個效應累積出來也就3天多一點。第三，這是理論計算，不是觀測結果。目前的儀器根本測不出這麼小的變化，只能算出来。作為對照，2004年那場 9.0 級的印度洋大地震，讓地球的一天縮短了 2.68 微秒，讓平均北極點朝東經145度的方向移動了大約 2.5 公分，甚至還讓地球的扁率減少了100億分之一。2011年的日本東北大地震讓一天縮短了大約 1.8 微秒，也就是說，一座三峽對地球自轉的影響比一場大地震小了幾十倍。有人算過，如果要讓一天延長整整1秒，你需要1670萬座三峽。那麼，真正值得留意的東西在哪裡？在2025年7月發表的一篇論文裡，哈佛大學地球與行星科學系的博士生瓦倫西奇和他的團隊在地球物理研究快報上發表了一項研究。他們沒有算一座坝，他們算了全世界的坝。研究团队調用了全球水庫與大壩資料庫，把1835年到2011年之間建成的6862座大型水庫全部納入計算。這些水庫的蓄水量加起來，足以把美國大峽谷填滿2次。結果是，這些壩造成了一種叫做真極移的現象，地球的固體外殼相對於自轉軸整個挪動了位置。1835年到1954年，水壩主要建在歐洲和北美，北極點朝東經 103.4 度的方向移動了 20.5 公分。1954年到2011年，亞洲和東非開始大規模建壩，極點又反方向朝北美移動了57公分，一來一回累計移動的總距離超過1公尺。同時，這些被關在水庫裡的水讓全球海平面下降了21毫米。研究團隊算出，本世紀以來每年約 1.2 毫米的海平面上升等於被人類的水庫攔了下來。瓦倫西奇自己的說法很清醒，他說，我們不會因此進入新的冰河期，因為極點總共才移動了大約1公尺，但這對海平面確實有影響。哥倫比亞大學拉蒙特多爾蒂地球觀測站的大地測量學家戴維斯評論說，就極移而言，1公尺是相當大的。他還補充了一句很實際的話，我們必須準確掌握極移，否則誤差會傳導到我們每天依賴的其他系統裡。他舉的例子是全球定位系統、天文學以及氣候模型。你聽懂那個意思了嗎？真正的恐怖代價從來不是某一座壩讓地球停轉，真正令人不安的是另外一件事，人類的工程規模已經大到必須被寫進地球物理學的方程式裡了。我們現在是地球轉動慣量計算式裡的一個變數。你的手機導航之所以準確，某種程度上取決於科學家有沒有把我們蓋的水壩算進去。而三峽自己的另一面，也應該說，它的裝機容量2250萬千瓦，發電能力相當於15座核反應爐，每年可以減少大約1億噸的二氧化碳排放。它在洪水季節確實削減了中下游的洪峰，這些是真的。同一件事，在不同的坐標系裡，可以同時是功績，也是代價。好，現在來說那個數字2031，我必須先把話說在前面，因為我不想騙你。我把中文網絡翻了一遍，找不到任何一位有名有姓的命理師公開留下過三峽大限在2031年這樣的預言原文。網絡上流傳的各種大限說法多半沒有原始出處，沒有立言的時間，也沒有可以回溯的文本。
凡是一個預言，你找不到他是誰，在什麼時候，用什麼原話說的，那他多半是後來被填上去的。但2031這個數字本身確實有一些可以自己查證的東西。第一，2031年的干支是辛亥年，辛屬金，亥屬水，金生水。在傳統命理的框架裡，這是一個水氣極旺的年份。這不是預言，這是曆法，你自己排干支就能排出来。第二，在三元九運的體系裡，2024年到2043年這20年是九運，屬離火，水旺之年遇上火運，在玄學的敘事框架裡就叫做水火交戰。同樣，這不是預言，這是那個體系自己的規則。一個水氣極旺的年份落在一個離火大運的中段，而中國最大的水體工程正在老化。這三件事湊在一起，會不會有人拿去做文章？當然會，但把這個框架允許人做文章，跟這件事會發生畫上等號，那就是我們自己往裡面填東西了。至於劉伯溫，網絡上最常被引用的是金陵塔碑文裡的那幾句：清氣動山岳，一線鐵難當；繁華市，變汪洋；高樓閣，變泥港。解讀者說，一線鐵就是橫在長江上那一道混凝土，繁華市變汪洋就是潰壩之後的景象。聽起來很像，但我們也要知道金陵塔碑文的來歷。它相傳是民國7年國民革命軍進入南京時發現的，也有一說是民國16年拆金陵塔時從塔下挖出來的。這兩個說法本身就對不上，而且學界普遍認為這一類讖緯文本在流傳的過程中不斷被人增改，把已經發生的歷史寫成圖讖，再拿去比附，本來面目早就無從查考了。預言最狡猾的地方在於，它從來不給你日期，日期永遠是我們自己填上去的。那麼，有沒有一條真實的跟工程有關的時間線？有。三峽水庫最大的長期威脅，從一開始就不是潰壩，是泥沙。黃萬里當年的核心論點之一，是長江上游帶下來的不只是細沙，還有顆粒很大的鵝卵石。大壩築起來之後，這些卵石極難排出，會造成堵塞，並且向上游延伸，最終影響重慶。而中國的應對方式本身就是一個訊號。2002年10月，國務院批准由三峽總公司承建長江上游幹流金沙江上的4座巨型水電站：烏東德、白鶴灘、西洛渡、向家壩。建設目的之一就是替三峽庫區分擔泥沙淤積，減緩淤積速度。你聽懂了嗎？用4座新的巨型大壩去解一座舊大壩的題，而那4座壩上游的泥沙最後又會去哪裡？所以，如果真的有所謂大限，它大概率不會是某一年的某一天，不會有一聲巨響，它更可能是一條緩慢上升的曲線。泥沙一年一年往上堆，地質災害隱患點一年一年往上加，混凝土一年一年變老，極端降雨一年一年打破記錄，維護與後續工程的賬單一年一年往上翻。沒有末日鐘聲，只有賬單。而現在還有更大的一章。2025年7月19日上午，在西藏林芝市的米林水電站壩址雅魯藏布江下游水電工程正式開工，由國務院總理李強宣布。同一天，一家新的中央企業中國雅江集團有限公司在北京宣告成立。這項工程的規模是什麼概念？它採取截彎取直、隧洞引水的方式，規劃建設5座梯級電站，總投資約 1.2 萬億元人民幣，裝機規模約6000萬千瓦，也有說法是7000萬到8100萬千瓦，年發電量3000億度以上。3個三峽之所以能做到，是因為雅魯藏布江在墨脫縣有一個著名的大拐彎，在50公里的直線距離之內，落差高達2000公尺。這是全世界水能資源最富集的一段河，光是這一段的技術可開發資源就接近7000萬千瓦，而爭議也同樣巨大。下游的印度和孟加拉對水資源和突發洪水表達了憂慮，環保界和藏人團體反對生態破壞。旅德水利專家王維洛更早在2021年就撰文質疑，這項開發可能違反中國自己的自然保護區條例第32條，也就是在自然保護區的核心區和緩衝區內不得進行建設。如果一座三峽讓地球的一天漲了 0.06 微秒，那3個三峽呢？答案還是微不足道。而這恰恰就是重點。單獨看每一座，
永遠都是微不足道。哈佛那篇論文之所以值得留意，不是因為某一座壩，是因為6862座加起來的那1公尺。1835年的每一座壩，在當時看起來都只是一個地方性的工程決定。好，我們回到最開始那個夢。我現在想問一個不太一樣的問題，我們為什麼這麼願意相信有人夢見了閻王？我想是因為那個粗糙的沒有出處的傳說，其實在講一件非常清醒的事，他在講一種我們都懂但平常說不出口的恐懼。有些決定一旦做下去，就再也回不了頭。判官說敢放水，就減你陽壽150年。這句話翻譯成人話就是，你今天按下的這個開關，代價要用後面好幾代人的時間來還。而那個被抹去人籍的意象，講的其實是同一件事的另一面。當一個決定大到超過一個人能夠承擔的尺度時，做決定的那個人就在某種意義上不再屬於人的世界了。這不是鬼故事，這是責任的重量，被民間用最直白的方式說了出来。你想想看，為什麼民間傳說要把懲罰設定成減陽壽，而不是罰錢，不是坐牢？因為老百姓心裡很清楚，這種等級的決定，錢賠不起，牢也關不完，能拿來抵的只有時間，只有壽命，只有一個人在世上還剩下的那些年。而為什麼一定要在額頭上點一個點？因為傳說也知道，人是會忘記的。人白天做了一個決定，晚上做了一個夢，第二天太陽出來，那個夢就散了，日子還是照過。所以要留一個記號，要讓你早上照鏡子的時候，還看得見昨天晚上發生了什麼。那個點，說穿了，就是良心的可視化。而真實世界裡的那個人，潘家錚，他其實一直知道這件事。他說過這樣一段話，要建成一座工程，必須有願意為之獻身的人。如果三峽工程需要有人獻身，他將毫不猶豫的第一個報名。他說，他願意把自己的身軀永遠住在三峽大壩之中。2012年，三峽電站最後一批機組全部投產運行，這座工程在技術上宣告完成。也是在這一年，潘家錚離世。他沒有留下什麼絕密日記，他留下的是一本叫《春夢秋雲錄》的回憶錄，一集叫《起幽吟》的詩，8篇科幻小說，一句見比不見好的結論，一句對三峽貢獻最大的是反對者的名言，以及一句更難得的自我更正。當年的我其實聽不進去，真正的日記從來不在保險櫃裡。他在1990年7月6日那份匯報會的記錄裡，他在那5個拒絕簽字的專家組名單裡，他在2003年5月21日那份寫着位移還在繼續發展的發言稿裡，他在秭歸縣那909個地質災害點的統計表裡，他在美國太空總署那一行算出 0.06 微秒的方程式裡，他也在每年8月我們看着13孔洩洪的畫面時，心裡那一下說不清楚的抽解。而在重慶涪陵的江底40公尺深處，還躺着另外一本，那是一條刻在石頭上的魚。1200年來，它每隔3到5年就會浮出水面一次，用眼睛告訴岸上的人，今年的水到這裡，明年會是好年。現在它被關在玻璃罩子裡，泡在渾水中，永遠不會再出水了。我們用40公尺深的水換走了一面照了1200年的鏡子。那位判官在額頭上點下的那一點，或許從來就不是給某一個包工頭的，它是給我們所有人的憑證，證明我們曾經到過那個現場，證明我們看見了，也證明我們是知道的。那道題還沒有答案，而我們每一個人都在那張答卷上